大家好，这里是原来是这样子频道，来到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兰科植物园，这个是在台南的一个小地方，我们来看一下，好，这个是它叫做兰科植物园其实它是在大概在山上这个地方，这个是我也是看人家来我才知道说有这个地方，它叫兰科植物园，算是一个我觉得比较像是一个小小的观光农场，我的概念觉得是这样子不过它还蛮有趣的它有一些很大型的植物它这边有一个很牌子你仔细看那个牌子的后面是什么呢？你仔细看那个是水莲的那个木头所以很有趣还有那个水莲的旧型的那个水莲去当做它那个背景的地方那路进来第一个所看到就是这一个这个是它上面是写皇后兰很大型的皇后兰那非常的大颗那基本上呢比一个人还高，它里面呢有一颗很大颗的不过因为我这次来的时候它没有开放参观上面写说有坏那个门坏掉还是类似的，所以就没办法进去参观不过因为它这也是开放型的，你可以走进来看看因为它没有收门票，这边它是珍奇的保种地方，你看这边就是暂时待修故障在里面有一颗很大颗的那颗呢就是皇后兰它右边有一个贩卖部那主要呢今天来晃就是来看一下贩卖部里面有什么东西我们隔着这个网子头往里头看，你可以看到很大的大型的兰花这个大型的皇后兰非常大那但是因为这个东西我没种过所以我也不知道它到底它的学名是什么，反正就是一个很大颗兰花不知道什么时候开花比较好奇是这样子。那进去以后呢，顺着这个道路走呢，左边的地方呢就是它的贩卖部那等一下我们去它的贩卖部里头看看，它其实是我看起来贩卖部里头其实是一个温室就是一个室内型的温室那里头就卖了很多兰花我们来看一下里头有什么东西。好，到了门口呢，我们来看一下门口，那这里有几个大白花我们来看一下。好，这个是门口的大白花看起来很像是那种 V3 之类的V 大白花有很多经典型的个体那像这种又圆又大的个体呢，其实是一个商业型的品种，我记得应该算 V3 那一系列的那如果你可以看它门口，就是把这些当做一个入门种的一个，这个其实应该有教过阿嬷或阿婆的血统啦那有机会我觉得可以来看看因为现在刚好是春暖花开的季节走进来呢，当然有一些卖一些东西啦这走进来就可以看到它进来以后呢，接下来进到左转进去这样我们顺着这个路走那左转进去以后呢，就是它的温室这个是它的温室区，那里面呢就是属于卖兰花的地方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兰花，像是我们之前在东升有看到的异纯兰这边也有看到。那其实这边我比较有兴趣的是左边这一区逛了一阵子以后，我觉得左边这一区像这个是类似朵莉兰这一系列的好，左边这一区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小兰花那这个我比较有兴趣一些，因为这是杂属的那这边杂属算是还蛮多的，特别是豆兰系列，我看这边其实品种还蛮多的那你看这些都小小的一颗一颗的其实当然这是把它拆开来准备要贩售的那里面就有一些小小的特殊的兰花像这个是娇兰我们中国是娇兰或者是叫芭蕉兰，这是大部分人都叫它娇兰那这个是小的个体大的个体才会开花，那这个算是比较小的拆芽型的个体那你可以看到下面每一个都是不太同样的品种，有拖鞋，有豆兰，有像紫罗兰这一类型的小杂属的这一类型的都有那当然这里的你看这个就是豆兰不同种的东西非常的多那它右边还有一区是完全都是豆兰的，还蛮有趣的那这个是我第一次来这边，所以我觉得还蛮新奇的这里面的品种其实还颇多的然后可以逛一逛，外面可以吃饭，我觉得还不错啦那虽然呢对我来讲有些那个拆芽拆的太小了那这种拆芽拆的太小，你要回去种到大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右边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呢，其实它就是像一个小温室一样白拉索那这边就像一个小温室一样呢，里面就是放了兰花，你可以自己选自己看那没人管你，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好的状况。这是万代系列的那
你可以看它下面种的是树皮哈，那它有些小小的造景呐哈，右边这一区就全部都是豆兰哈，你可以看到下面有一些像这个是鹅豆兰哈，很明显是鹅豆兰哈。那右边这个是长红蝉哦，中间这个红红的在开花这个东西哈，这是有一种豆兰，我们称为长红蝉豆兰哈。那这边呢，其实就是一区的，全部都是一整区的豆兰哈。那如果你对豆兰很有兴趣的人，这边算是一个蛮好的宝库。像这个应该是毛毛虫系列，就是我们说的那种叫什么鸡毛毯子系列的兰花，这个应该是那个黑豆那一类型的豆兰了哈。好，那这边还有一个是长臂豆兰哈，这个是长臂豆兰哈。那长臂豆兰原产叫 Long 什么什么什么，它原学名是这个。那它原产地呢是在中国南方附近，一直延伸应该到中南半岛附近的一种兰花哈，长臂豆兰哈。那这个是很有名的豆兰品种之一。那现在豆兰开的不多了，你看上面有写哈。豆兰哈，整区的豆兰，其实它前面这一篇还有放了一些拖鞋哈，所以放的非常的杂哈，非常杂哈。那左边呢，这边有一区整个都是豆兰的系列，你看全部都是豆兰哈。那它的牌子其实没有差的很明显，就是它可能是一胎一胎做一个分类吧哈，我是猜这样子哈。所以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种的豆兰的品系哈。那如果花季到的时候，应该是蛮热闹的了哈。现在我只看到几种在开花，就是我们刚才所看到的那几种在开花哈。好，这个是绿蝉哈，绿蝉哈，也是属于现在开花的品种之一啦哈。那绿蝉呢，是它就长得像一个蝉的样子哈，绿色的哈。那这个现在其实主要，如果你种得好的话，现在应该都是开花，它算是简易型开花的兰花哈。好，这一区呢有看到这个应该是金系列的其中一种哈，我觉得是不知道是哪一种哈，金系列实在是没办法分哈，我不太会分呐，不是没办法分。后面呢就有一些是市场型的蝴蝶兰哈，所以其实如果你季节来对的时候，这边真的是百花开放，这有点像是一个小温室，外面有那个水帘哈，所以它应该这个是圣诞之星哈，枫兰系列的哈，枫兰系列的哈，然后这一颗应该是毛珠哈，毛珠大猪哥去教不知道什么东西教出来的哈，它是我们在市场上称为毛珠，加德利亚兰系列的其中一种哈，毛珠哈，你看它全身上下都是有那个很像毛的东西，对不对哈？这个所以我们称为有一个很有名的名字哈，绿色花的代表作之一哈，非常漂亮哈。花期可能在1-2个星期左右哈。好，这个呢是之前有得过全康总冠军的兰花，也是卡多利亚哈，这应该是永康2号了哈。那永康2号这一系列呢，就是大橘色的，非常非常的有名哈。那他曾经得过，其实这种加德利亚兰常常得到冠军哈，因为每年的各地的兰展都有人拿加德利亚兰去送比赛，对不对？好，所以是这种大型的卡多利亚，如果种得很漂亮，是还蛮容易得到全场的冠军的哈。那或者是其他的奖都有哈，所以在这里逛逛，你可以看到很多种不同的卡多利亚兰花，不同种的。好，这个呢，这个我一直没有看到它的学名牌哈，不过我感觉它很像 Skinny 有没有去教过我就搞不太清楚了，因为它上面学名牌是写的是一个代号哈。好，我一直觉得它可能是 Skinny， 就是有一种兰花叫 SKIR 什么什么，就加德利亚的一种原种哈。那一种原种呢非常好开，非常容易看哈，而且非常好看哈，每年会准时在这个季节来花哈。不过因为我是觉得它的花有点大哈，所以是不是特选株呢？或者是有教过其他的，这个我就搞不太清楚了哈。不过Skinny 是现在来花的兰花之一哈，它有这种很可爱的唇的样子哈，所以但是它又不太像我熟知的 Skinny 的颜色哈，所以就是那个样式啊哈，所以我是搞不太清楚这个是不是我教过的哈，但是其实很好看，而且看起来开花性非常非常高哈，就是一个粉红色带有红色唇的加德利亚兰哈。好，我们现在有看到这一个哈，这个是泼墨的18磅哈，这个18磅开得很早哈，因为18磅有些会开在4月多左右，现在才3月多嘛哈，还早了快1个月的时间哈。那这种泼墨型的呢，前2年非常非常贵哈，3-4年前非常的贵哈，不过后来就变很便宜了哈，因为这种泼墨型的
18磅啊檀香类的哈，很多人的繁殖哈，那一繁殖多了就价位就整个往下帮掉了哈，所以呢这个是在这里头看到的泼墨的，你看它花的颜色上面有泼墨，对不对哈？这个还蛮有趣的，有点像是还记得有看过那个泼墨型的石斛兰吗哈？你就把那个大型泼墨石斛兰的花套到这个上面去，你就会发现很有趣哈，它很像是那种的花色哈，然后改成18磅的个体哈，非常有趣。那这个在前几年有红过一阵子哈，而且价位有一阵子非常高哈。那这2年可能随着量比较多，它价位就会比较便宜一些了哈。好，我们来看其他的。好，这个呢是粉红色的18磅，非常有质感，我非常喜欢这一系列的哈。这个有一个很有名的品系叫丝大星哈，或者是人家称为大星哈。那这种就18磅，然后带有粉色系，白色底粉色系，带有透明的感觉哈，非常好看哈。它的花色让我一直很联想到有一种叫水晶兰的不是兰花，一种品种的植物哈。如果你有看过水晶兰的话，它的质感就像那个质感一样，就是有点像是透明的感觉哈。那丝大星就有这种特色，我会觉得它有点那种透明的感觉，而且里头带有那种粉红色颜色，非常好看哈。丝大星也是一个18磅的品系之一。非常有名哦，它是非常有名的品系。那这2年价格也非常的便宜哈，到处都可以看到它哈。那找到好的，其实我建议大家可以种看哈，因为它的花真的非常好看，非常有质感哈，就是那种透的感觉哈，不像有些兰花是感觉像籽比较重一点的哈。好，这个呢是法变兰哦，法变兰呢，它的特点就是它的那个结晶很像那个卷起来的发辫哈。开起来花非常的小哈，那非常不起眼哈，但是它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兰花哈，开起来就是有一个很像文心兰的概念的感觉。它花其实我觉得有点像很小型的文心兰哈，那它是属于法变兰这一系列的。法变兰其实分成很多种啊，它其实它也是一个统称而已哈。那它的植株的样子都长得很像那种头发编织的感觉，所以被称为法变兰哈，头发的发辫子的辫哈，法变兰哈。那像这个的颜色是黄色的颜色啊，黄色的颜色。那还有其他种颜色，还有更小的个体。我还有看过大型的个体哈，有一次在别人的园子中看到一种非常大型的个体的法变兰哈。那但基本上在市场上都是属于比较少见的冷门品种，所以并不是这么多见。在这里有看到哈。好，我们来看其他的。这个呢是什么呢？这个是一个很有名的兰花哈，它市场上不是很常见，因为它个体太高了，它的植株太长了哈。那这个呢，我们有一个俗称叫冲天炮哈，冲天炮，因为它很像烟火一样。你看它的植株很有趣，它植株是结晶在底部的时候是细的，中间是粗的，像一个圆球一样。然后开的花呢，很像是一个烟火一样往上冲，然后炸开的感觉哈。所以又有人俗称它叫冲天炮哈，冲天炮哈。那这个在市场上不常见哈，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花太高了。花太高了，它多高呢？有时候甚至有人可以长到1-2米以上甚至可以长到那个类似那种屋子的顶端去非常高。不过它的花很像，就是我说的，它的花很像是一个冲天炮冲到上面去炸开的感觉所以有人叫它冲天炮兰就是你去查冲天炮兰就会查到它，非常的可爱，而且它的颜色非常的大红色、鲜红色，非常的有趣好，我们来看其他的。好。这一个呢是在它的那个类似吃饭的地方放的这个我猜是红羽白啦红羽白昨天我们有在台南的花市有看过那这个红羽白呢种的非常的漂亮的原因是它种在一个盆子里面，那利用这个盆子呢外围呢让它垂掉下来，所以它的自然感非常的重那非常漂亮，因为它每个开的非常的均匀你可以看到它非常均匀，那开起来就有一种很漂亮的质感那中间呢，因为现在春季的关系，它新芽已经开始长了你可以看它这个新芽长出来，明年就是换这些新芽开那这边有3盆3盆，我们来看一下右边这一盆，一样状况，开得非常的漂亮那主要呢这3盆我觉得都开得非常不错，那它花期其实不是很长已经开始有一些在凋谢了那但是还是很漂亮我觉得这种如果能做成这种很漂亮的垂钓感的兰花是非常好看的，而且整体的非常漂亮，就是你会发现它每一个花的那个尖开非常的漂亮
好，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凡尼兰系列哈 ，Vernonia。那凡尼兰是一种很特殊的兰花哈，有些是无叶子的哈，像台湾呢，也就是无叶子的。台湾有叶子哈，那凡尼兰也就长像爬藤型的植物，爬藤型植物。那它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植物哈。为什么叫有名的植物呢？它有一个俗称，称为香草兰。香草兰，什么是香草兰呢？香草的最原始的材料呢，就是它的果荚经过了烘焙或者是发酵以后产生的味道呢，我们称为香草。香草。那这一类型的兰花呢，其实在台湾现在目前已经有人种植了，所以你偶尔可以看得到。好，这是第3盆也是开满满的，我觉得非常漂亮。好，那所以呢，如果你要种红羽白，你下一次可以试试看把它种成这样子非常的漂亮，我觉得非常有质感。虽然开的时间不是很长大概1-2个礼拜吧，而且很快就凋谢，但是每年会大量开放一次，特别假设你水分控制的好的话，它就可以整个开那这2年的红羽白比较多了，不像以前前2年很贵红羽白都算一个小枝条多少钱现在还好，现在都算盆的所以价格比较可以接受不像以前差价差这么多几年前真的差蛮多的。好，我们来看下一个。这个是大蛇大蛇豆兰非常漂亮的大蛇豆兰。这大蛇豆兰在兰展常常是冠军那这一颗的大蛇没有到非常的漂亮漂亮的大蛇呢，那个旋转可以旋转到3圈以上那大蛇是一种非洲的兰花啦在台湾呢这2年比较多一些，也价格没那么贵了那相对而言呢，也比较不是那么难种因为实生苗有做出来好，有机会来晃晃，感谢你收看，我们下次见喽。如果喜欢频道，记得订阅跟分享我们拜拜。